池野果然在我妈的病房里装了窃听器，看来他在全方位监视我。小诺，小诺，你怎么来了？小诺，之前是我错了，我误会了我们的关系，说了很多伤害你的话。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在一起了，小诺。沈家和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你误不误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小诺，我知道我自己错了，找了你那么久，我觉得没有你的世界，我活着的没有意义。小诺，我快坚持不下去了。池野要对沈家和下手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让他知道我发现了真相。沈家和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我们是不是兄妹也好，你爱不爱我也罢，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我累了。小诺，别说了，我觉得还是池野适合我，他能包容我，理解我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从来不会骗我。我想给他一个机会，也想给我自己一个机会。小诺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你走吧，以后也别再让我看见你。小诺，抱歉，我们来晚了。没事吧？让他走。小诺，听见了吗？小诺，好了，别伤心了。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喂，等等，你给高浩文打电话，让他守着沈家。
小诺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东西落这儿了，我给你打电话没接，我来拿东西。沈家和，你家天然气泄漏，你不知道啊？那你没事吧？啊？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，小心一点啊？失恋而已，万一有人想要害你，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有人想害我，你这是来救我的。你想多了，我东西拿到了。你明明就是在乎我，不然你为什么要来救我？我怕路过你家被人说成杀人犯。小诺，这么长时间，不会有人来了。迟野，我是丹丹，小诺在洗澡。迟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说许诺在家吗？他人呢？他是在洗澡。哎，人呢？人呢？丹丹，丹丹，你给我的睡衣我怎么没找到？迟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刚有事儿，我打你电话没打通，有点担心就过来了。什么事啊，这么着急？明天，你妈妈的案子一审，你要去旁听吗？嗯，好，到时候我陪你一起。好啊。行，那看你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小诺，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从来没见过迟野那个样子，把我吓坏了。丹丹，你记住，从现在开始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的行踪，尤其是迟野，还有沈家和。你们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之后会告诉你，现在你不知道比较安全。阿东，沈家和那边怎么样？他很好，昨天去了公司。有查出是谁救的他吗？没有啊，昨天下手之前把监控黑了，所以啥也没拍到。哎，晴晴，
刚出生的孩子有多长啊？多长？啊，这么长吧？差不多吧？啊？哎呀，我说你买的这都是些什么呀？好多都是重复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再瞎买了，家里啊都堆不下了。怕什么？等我们以后搬进了大别墅，你想放多少东西都放得下。我听你说这话，怎么感觉那么不真实呢？我说能实现就一定能实现，只是还需要再等等。现在嘉科呢有一个大项目，跟林氏有点瓜葛，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分割清楚。3个月，最多3个月的时间。等我拿到想要的地块，他们就没有用了。其实，就算不跟那个艾琳分手也没事。我答应过你的事情呢，绝对不会反悔。真的。哎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哒哒，我的简历怎么样？你做简历干什么？那个周律师说啊，我可以上他那个律所做个兼职什么的。你看，你看这个做好吗？啊，我会让我爱的人出去给人做兼职吗？这又怎么了？其实我也没有打算真的去，我就是想做一个简历丢过去，看看能不能过关，刷个存在感嘛。要不天天待着，觉得自己跟个废人一样。周律师就是上次送你去医院的那个人。他是书吧的常客吗？哎，律师都这么闲的呀？哎呀，他也不是经常去啦。我看他是别有用心吧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还小心眼呢？反正现在书吧也没啦，大家都没地方去了，你满意啦？好了好了，你想吃什么吗？不是，没有胃口。那我给你做点有胃口的。你做？我信你个鬼！等着。你真的做啊？你会做什么啊？你想吃什么我做什么。不可能，你肯定就是让阿姨做。哎，看见群里了吗？刚才怎么了？这一天天的，你看看，全是事儿。哎呀，哎，周律师啊，周律师，丛总，赵总，你这是又来我们公司培训啊？没有，我已经不负责安盛的法律事务了，刚才已经做了交接。升职做合伙人了啊？丛总啊，赵总啊，我不在 LK 做了。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再见。哎，他这是跳槽了？你见过跳槽的人一脸丧气吗？那就是被辞退了。你去安排一下下午的这个会议。好的，尚总。欣欣，先去忙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喏，你看，删了啊。喏，满意了。你要是不喜欢我跟他来往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害得人家工作都没了？你干嘛这么生气啊？你那么在乎他呀？是，我是不喜欢。他没事老往书吧跑，还让你去他的律所上班，明显对你是有意思。你不能这么说呀，那人家也帮过咱们呀。要不是他把我送进医院，咱们宝宝就没有了。就冲这一点，你也不能这么对人家呀，这不是恩将仇报吗？我知道，我只是给他一个警告，让他别没事找你。
他要是个聪明人，我以后也不会再找他麻烦。好了，青青，他是个律师，对他来说找个工作很容易的。再说了，我这么做不也是因为我在乎你吗？啊？别生气了，吃饭去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走吧，吃饭去。啊？这么吃点，你多吃点。味道不错。像，真像。你跟你爸爸真是太像了。我记得那会儿他也是中午基本上不吃东西，就喝一杯咖啡提提神。徐总，您是公司的元老，也帮过我爸很多。这次让您来协助我，也是不得已。哪里？王总能够让我参与其中，那是我的荣幸啊。我很感谢，你放心，在工作上面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。现在吧，我觉得 A13地块的竞标是我们的重中之重，能不能成，关系到整个安盛集团将来的总体规划。董事长也很重视。我在国外这么多年，对国内的土地招标不是很了解，得先补补课。这些啊，都好说。政策方面呢，对于我们这些元老来说，都是轻车熟路。我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嘉禾，这也是我不太明白的地方。安盛想要 A13，是因为这可以和安盛的酒店连为一体，建造成一个大规模的旅游休闲区，开发出全新的产业链条。可嘉禾为什么呢？一定要这块地，还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。这还不简单吗？以尚纯的性格，收购安盛广场的计划泡汤了，他能善罢甘休吗？就像下棋一样的，他必须扳回一局。就为这个？当然，不止就这一个。嘉禾现在做什么项目呢？我不太清楚，但是他们现在的开发好像重点是放在什么养老公寓。你想，A13有山有水，正好符合他们嘉禾现在的什么这个回归自然的这些理念。况且，当初在建安盛酒店的时候啊，我们花了不少钱，把周围的道路设施，包括绿化都升级了。这就是说，他们不仅要抢我们看中的地，还要借我们的东风，利用我们已有的便利。对。跟尚纯打了这么多年交道，他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。收了事情泡汤了，他肯善罢甘休吗？他呀，是一个没占便宜就等于吃亏的人，他得找心理平衡啊。既然他这么针对安盛，那这场仗我们绝对不能输。那是当然，董事长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王总，来应酬啊？我哥在呢。啊，跟徐总吃饭呢。什么时候和张亚楠的人关系这么好了？那得去打个招呼。对了，王总，我听说这个思威跟尚纯走得很近，这个小阿弟啊，做事情有点不踏实。这都是之前的事情了，现在他们没有多少交往了。
是吗？那是最好不过了。但是我听说，思威的那些赌债是尚纯帮他还的。赌博，居然输了那么多。哎呀，这小孩啊，真是太不知轻重了。人啊，往往得得到教训，才能够让他呀长点记性。那是。我知道，有很多人以为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，就能从中得到好处。徐总，您在公司这么久了，应该清楚，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兄弟几个要团结。当初我去法国，就是避免相争的局面，多给思维留点空间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是安胜需要我。在具体事务上，我和思维有点分歧，那也是正常的，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。那是。还有啊，我呀，最不喜欢就是捧一个踩一个，晓得吗？王总的意思我明白，你是在批评我。不好意思。这个我刚才说话说的有点不太恰当。哎，我给你赔个不是啊。徐总是给我们晚辈的面子，我刚刚说话说重了。我们饮水代酒，来，合作愉快啊！心情不好的时候喝这个，对自己有帮助。谢谢啊。你怎么跑去书吧啦？我发现你把我拉黑了，我担心你会不会出什么事儿，所以就跑去书吧碰碰运气。对不起啊，害得你连工作都丢了。没事儿，我这么一个资深的律师，在律所干了这么多年，找一份工作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大事，反倒是你。我觉得尚总应该是误会咱们俩了，他没对你怎么样吧？没有啊，他对我挺好的，还说要跟我结婚呢。是吗？那是好事儿啊，你应该开心才对。为什么不开心啊？有什么好开心的？不还是被叫做小三吗？那你觉得尚总他真的在乎你吗？其实他这个人跟我一样没有安全感，处处提防着，总觉得周围的人会害他，会利用他，所以他才会愿意跟我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大姐在一起。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其实
我一点都不嫉妒艾琳，因为我知道他们俩之间没有多少真心。可是，当他跟我说要和我结婚的时候，我也没有看出来他有多少真心。是不是我想太多了？不会，我觉得你想这些都是正常的，只是这事儿吧，对你来说可能来得比较突然，你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。我的建议是，你可以先不用想这些，把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时间。结婚都是喜事儿，开心一点。由衷的恭喜你。谢谢啊。我以为他害得你连工作都丢了，你会对他有很大的偏见呢。不至于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从目前整个区域规划来看，您提出这种设想可能性很大。结合当地的气象条件 ，A13地块大部分时间处于下方，影响恐怕不小。现在都还只是推测，这件事情必须保密，不能传出去。好的。王总，文静。好。哎，你的午饭。我约了设计院的人，没时间了。预算那边你再跟进一下。是。哎。啊，王总啊，你们提交的这份规划非常好。如果安盛中标，我们一定会配合你们，完成全部配套的基础建设。怎么样？有把握吗？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王总，车备好了。好。你别担心，我走了。嗯。干嘛非要让我陪你参加拍卖会？这事儿不是徐叔的事儿吗？我不喜欢他对我指手画脚。哦，原来我就是这么个作用。我还以为你是想我们兄弟俩并肩作战呢。并肩作战？我能信任你吗？这事儿不能嘴上说说，那试试。也是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个地皮你们打算出多少钱？40亿。40亿？你还真告诉我了。不是假的，这就是董事长定的最高价。马同学，来得挺早。你也不晚，亲自出马，看来是志在必得了。彼此彼此。会场上见吧。王思维。昨天喝大了，头疼啊！哎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给我过来。你这段时间为什么总躲着我？哪有啊，哥，我最近忙，忙到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了吗？安生啊，这段时间大小会议特别多，开着会我哪敢接你的电话？这开完会一忙就忘了。忘记接电话没事，可是你别忘了，你还欠着我的钱呢。我没忘啊，最近正在凑着呢。什么时候还呢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定的最后还款日期是这个月。
哥，这事儿呢，回头我再约你，咱们单聊。这不今天忙拍卖会的事儿吗？这样吧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这笔账呢可以推迟，但是你要满足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需要知道这次拍卖会你们安盛最高的预算是多少。纯哥，你不要这么为难我，你知道这是商业机密。你别忘了，你的那些钱是用安盛的股票做的抵押，你要是还不出来的话，你快说，我没时间跟你啰嗦。45亿，你们安盛改造投了这么多钱，还能拿出45亿？瘦死骆驼比马大。一旦拍卖会结束，这些公司的预算多多少少都会泄露出来。你要是让我知道你骗了我，还是逃不过纯哥的法眼。不是45个亿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听张亚楠亲口说的，40个亿，多1分现在安盛都拿不出来。现在即将进入到今天的竞拍环节。A13这块地价的起拍价格为23亿，加价幅度为5000万。本次拍卖设有保留价。现在请各位应价。23亿5000万是8号这位先生。24亿25号。24亿5000万，25亿51号这位先生25亿。好，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是25亿，25亿一次，25亿2次。好，38号这位先生25亿5000万，26亿5000万。27亿77号这位女士27亿。那目前呢，77号这位女士将我们的竞拍价格提升到了27亿，27亿一次，27亿2次，27亿5000万，38号这位先生可以，28亿。好，8号这位女士是出价到了28亿。1亿，66号这位先生直接加价1亿，那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上升到了29亿。88号这位先生29亿5000万，2亿。哇哦，66号这位先生是直接加价2亿，那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上升到了31亿5000万。好，88号这位先生32亿，3亿
哇哦，66号这位先生是直接加价3亿，那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上升到了35亿。好，35亿一次，35亿2次，5亿。88号这位先生直接加价5亿，那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来到了40亿。是的，40亿。好，我来调整我们现在的加价幅度2000万。那目前的竞拍价格为40亿，40亿2000万，有人出价吗？40亿一次，40亿2次，40亿3次成交，恭喜我们的88号这位先生，恭喜小宝。王总，董事长要见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想说什么？没有拿到 A13，你似乎一点都不难过。因为有比买地更重要的事情，比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你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就算有人得到报应，也是自作自受。我去见董事长了。嗯。王总，王总。董事长，今天的招标，今天的事情不是你的问题，没想到尚纯一下就叫到了40亿，但是他这么笃定，一口气就叫到了我们的最高价，这应该不是巧合吧？王思威为什么会出现在拍卖会上？我们商定的投标价，他是不是也知道？对，我告诉他了。40亿，你还真告诉我？我需要你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把这个数字告诉尚纯。什么意思？别管，照我说的做就行。为什么呢？你也知道他跟尚纯的关系。因为我就是想让尚纯知道我们的报价。王君安，你难道不知道这块地对我有多重要吗？我当然知道，这块地对安盛同样重要，所以我亲自带团队去考察过，发现了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这片区域的污水厂处理能力已经接近饱和，如果有新的商业设施，政府就必须再建一个污水厂才能满足需求。污水厂和垃圾场不一样，不能离居住区太远。而四周唯一一块合适的空地，就在离 A13不足2公里的地方。当然，具体地点我无法确定，但无论如何，高价买下这块地都太冒险了。这块地居然有这么多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这只是我的推测，没有足够的证据，要大范围的考察论证，就不能保密了。也就不会让尚纯以最高价买下这块地。就算没有污水厂，40亿买地他也不会大赚，而一旦污水厂真的建在那里，王君安，你的确跟以前不一样。
没事。你看看王居安这表情，哎，这个时候你不说一些祝贺的话吗？这2年内地政策收紧，你确定要投入这么大吗？你不看好这个项目？我是觉得你的重点放错了地方。你要记住，比起打败王居安，能帮嘉科和林氏赚钱才是最关键的。可不要本末倒置。我这身上的担子未免有点太重，有点承担不起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其实你说的有道理，这个项目我也很难保证有很好的回报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拖林氏下水。银行已经答应我给我增加1倍的贷款。你是打算独自吞下这块地，踢林氏出局？我只是不想林氏担太大的风险。说的好听，合作的事儿你要反悔，那结婚的事儿也不算喽。尚总、林总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尚总，您先看下这个。从地图上来看，好像就离咱们 A13范围2公里之内。这是突然改变的规划吗？是，规划局网站上今天刚刚公示，这对我们会有影响吗？我们要建的是高档养老社区，主推的就是优美的环境、清新的空气。你以为人家会每个月花几万块钱来闻抽水沟的味道？反正我们现在还没有付款，要不然……你是第1天入行吗？政府的土地也敢流拍？要是这么干下去的话，以后就别想在这行混了。别急嘛，高端社区不行，还是可以盖普通住宅的。只要卖的便宜，有10个污水厂都没关系。只不过这块地肯定不值40个亿了。那银行还肯贷那么多钱给你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刚才的事情，别和你爸说。你刚才是不是要跟我解说婚约？怎么会呢？我有那么蠢吗？放过这么好的老婆？这么说，婚礼继续了？你还记不记得，
我提过的结婚条件，让他把孩子打掉，或者做一个亲子鉴定，否则这个婚我是不会给你结的。当然记得，我会把一切都办妥的。我可要提醒你啊，以现在的情况，就算我爹地同意继续跟你合作，条件也必须重新谈。只要你们林氏可帮我，我也一定不会让你们吃亏的。吃吧。回来啦！你不是今天不回来的吗？怎么不出去跟他们庆祝庆祝啊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累了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我跟你讲话呢。你怎么？你怎么了？居然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怎么？给我杯水。哦。你知道王菊安他坑了我多少钱吗？啊？多少钱啊？40亿呀！这么多钱？还有王思卫，我跟他们兄弟俩没完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就这么倒下的，我一定要他们双倍奉还。我相信，一定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啊！你消消火。青青，你是真心支持我的吧？啊，当然了。那你听我的，把孩子打掉。我现在需要临时的资金，我不能跟他们翻脸。不，我说过了，你可以不跟艾琳分手，可是孩子，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还年轻，想要孩子什么时候都可以要。我都听到他的心跳了。可是只要他还活着，林氏就不会给我钱，他不死我就得死。你要拿我们的孩子去换钱吗？难道他比我还重要吗？不可能，我不答应。你吃我的，穿我的，用我的，你不答应，我走总可以了吧？干什么？哎！你要走去哪儿啊？回去叫你爸妈吗？我找从容总可以吧？他能请你养孩子？我自己养，我有手有脚，我出去打工挣钱，我自己养，不用你管。自己打工？你去找那个姓周的吧。神经病！你干嘛？你别抢我电话！给我！你还我电话！你拿我电话干什么？这是那个姓周的电话吗？啊？你手机给我。你给我！别动！喂，莫小姐。
周远山。我是，请问你是？哎，你敢骗我！你疯了吗？你别动我！你别碰我！你别碰！你说，你是不是跟姓周的有一腿？早就背叛我了！你说，那个孩子是不是我的？到底是不是我的？你说。孩子是我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就知道，你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欺骗我。你去死吧！怎么样？大人没事了，出血已经止住，没有其他危险。那孩子呢？我们已经尽了全力，还请你们家属多多理解。病人还处于麻醉状态，一会儿先去把费用交一下，然后去住院部做一下登记。给他住最好的病房，钱我都付了，好好照顾他。为什么给我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先生。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不想要吗？我当然想要了，我当然想要了。我以为你不想要。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怎么会不想要呢？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永远都不分开。谢谢你。跟你说，你可别再瞎买了，家里就堆不下了。等我们以后搬到了大别墅，你想放多少东西都放得下。我听你说这话，怎么感觉那么不真实呢？我说能实现，就一定能实现。喂，一切都办妥了，准备婚礼吧。那你听我的，把孩子打掉。我现在需要临时的资金，我不能跟他们翻脸。我都能听到他的心跳了。可是只要他还活着，临时就不会给我钱。他不死，我就得死。你要拿我们的孩子去换钱吗？难道他比我还重要吗？其实女人活成这种样子，我都替你难过。不过藏在里面，总比在外面抛头露面，一看见我就装秘书来的好。毕竟自己的层次，也只能往角度里钻。行了。怎么样？你怎么来了？你给我打了电话，说话的是个男的。我也想要不对劲，后来就给你打回去了。没想到是护士接的。是他打的你吧？我现在报警。别抱歉了，
为什么不报警？你的孩子，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别报警了，都是我自己招惹的。行，我让医生给你验个伤，等你出院以后再去报警也来得及。醒了？怎么样？我给你带着点早餐，不知道你喜欢吃哪个？我就每个都拿了一点，豆浆，还有粥。粉丝汤，还有小馄饨，想吃哪个？如果你吃不下的话，喝点豆浆吧。来，哎，你别烦我。等会儿，我帮你。慢点，这样可以吗？感觉怎么样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不应该乱发脾气的。没事儿，经历了这么大事儿，有情绪很正常。都是我的问题，我把一切弄得都一团糟，我把自己弄得也一团糟，我连孩子也保护不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千万别自责，错的是他。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是我选的他。其实在一起的时候，对我真的挺好的，所以，即使后来我知道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我总跟自己说，不管他怎么对别人，至少他是真心对我好的。也许那会儿他确实值得你信任，但是人是会变的。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，谁也没想到。我总以为是我没得选，可是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的，我怪不了任何人。
进。你要的文件。好。怎么？污水厂的事儿你早就知道了？为嘉哥操心了？当然不是。可是你怎么知道的呢？不会是通过什么特殊的手段吧？违法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，那只是我通过现有的信息推断出来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害我一直担心。因为那只是推断，我没有100%的把握，而且如果我说了，只会让你更担心我。不是说好了我们共同承担的吗？我说过我要保护你，有些压力我来扛就够了。可是我不要想那么多了，这次我们赢了，应该高兴才对。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我们这次做的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你太善良了，人在商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不要感情用事。特地煲的豚骨汤，里边放上松茸，补气血的。主食，米饭里边放了干贝，还有虾仁。最关键的是，我里边放了一勺猪油，赶紧尝尝吧。你明天真的别来了，我这有护工就行了。你赶紧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。我现在可是待业青年啊，没什么可忙的，多的就是时间。千万别误会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其实是找到工作的，我只是觉得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也挺好，休息休息，顺便可以想想未来的方向。难得有休息的时间，天天往医院跑，多无聊啊！医院多好啊，又清静，还能聊聊天，顺便看看书。可是我不说了，你就应该好好吃饭，快快的恢复。我不陪你这样。听我句劝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遇人不淑，就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。应该受到惩罚的是他，而不是你。这下可够上纯受的。怎么？后悔给上纯挖了这么大一个坑？老于和老曹的事情都是他在背后捣鬼，得到点教训是应得的。而且我没有给他挖坑，是他非要跟安生抢地，我阻止不了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这次的事情多亏你敏锐，才没让安胜栽了进去。你可是大功臣。思维也出了力。这也正是我想问的。拍卖会当天，王思威把我们的报价告诉给了上纯，这不等于说这块地有问题吗？你就不怕他出卖你？我相信他。相信？老于和老曹的事情，不都跟王思威有关吗？你这么做，是相信他，还是试探他？我们是兄弟，他没有辜负我的信任。这次你侥幸赢了，但是以后还是要小心。你的赌性不要太大，你不可能这样一直赢下去。明白，我先出去了。
哟，哪阵风把王总吹来了？真是稀客啊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1年多了，头一回吧。我一直以为你跟尚纯的关系挺好的。那只是表面现象。尚纯这小子没少黑我们，让他吃点苦头是应该的。弟的事谢了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见，你再说一遍。都说一遍了，没听见拉倒。等一下，既然来了，咱们哥俩好好喝一杯。上班时间不让喝酒。你是总裁，我是副总裁，偶尔放松一下，还是可以的嘛。今天终于可以出院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不出院，我的厨艺已经很捉襟见肘了。来，给你包个虾。可不能再这么吃了，我在医院都吃胖了。多吃点好，多吃点就对了，多吃才能好得快。行，我给你搁这儿啊，再给你包一个，奖励你吃一个虾。来，慢点。谢谢你这几天一直照顾我。嗨，我也没做什么，不就做点菜吗？来，吃啊。好。我告诉他们我在这儿了。谁啊？苏沫他们。啊。他们要来接我，现在应该差不多到大厅了。你要不要帮我把他们带上来？好啊，我现在去接他们。记得吃啊，趁热。童总，苏沫，哎，打他电话没有人接，我就知道会出事，但是没有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。怎么搞的？怎么会流产呢？让他自己告诉你们吧，我带你们去病房。好，走。小莫，哎，人呢？哎，青青，小莫，青青，没人啊？这人去哪儿了？哎，怎么办啊？我打个电话。啊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了。关机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
你这种面无表情的样子特别帅，千万不能笑，一笑就不是最流行的冷淡风了。还是夫人有眼光。娶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都说，男人是女人最贵的一件首饰。我的这件首饰，卖得值。尚先生，林小姐，可以去拍照了。走吧，老公。你还去了莫卫青的老家？不是专门去的。我的新工作下个月才能入职。我本来就想趁这段时间出去旅游一趟，只是顺便去他老家转转。他是不会回去的。的确，他是不会回去的。自从我见到他爸妈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明白了。你还去了他家？只是碰巧，住他家附近。那是碰巧吗？我记得周律师之前可是一个说话非常直接的人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以前的我，是一个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、知道自己目标的人。只是最近，接二连三的发生这么多意料之外的事儿，为了一个认识不久的人，跟人打架，还丢了工作。也许被人打糊涂了吧。也许就不需要什么理由，也许就是单纯的喜欢一个人呢。莫卫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，仿佛他从来不曾来过。但我坚信，无论何种选择，都胜过依附尚纯，胜过枯坐在一辈子都无法见光的角落。到了。我觉得还是不好。都念叨一路了，怎么都到这儿了还说呀？哎，这样突然跑来真的不好。是自己女儿家，又不是别人家。还是应该先给她打个招呼比较好一点吧。打什么招呼？她找男朋友的时候跟咱们打过招呼吗？哎，哦，按了。不过说到男朋友这个事情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是好担心的。我怕他找了一个又是不靠谱，就像过去那个叫什么安来着？哎呦，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？现在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了，现在不到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他不见家长。哎呦，真要等到谈婚论嫁再见家长，如果不靠谱，那可怎么办？您二位啊，那个，哎呀，他现在没有说，就说明呢，他现在还是没有想好。我们非要见面，多尴尬呀！要尴尬也是他尴尬，你是家长，你怕啥呀？上吗？上。哎，万一要是上去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情，怎么办呢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小伙子，你先上啊。啊，好。哎呦，我真是搞不懂你了，所以才要搞个突然袭击嘛。你这样才会知道闺女真实的生活状况嘛，省得什么她都瞒着咱们，报喜不报忧。我看呀，还是应该先打个电话比较好一点。天哪，怎么没信号啊？803。哎，你看这是个电梯啊！哎，怎么搞的？一层停一次，一层停一次。哎，803。谁呀？哎呀，别着急，来了来了。
快收拾东西！哎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爸是不是说话特别慢？你妈是不是性子特别急？对呀。他们现在就在楼下。怎么可能呢？你们家电梯怎么没信号啊？你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？我第一次正式见他们，一定要留一个好印象。如果让他们发现乱七八糟的，那像什么话呀？啊！我一定要留个好印象，不能让他们发现，一定要不留痕迹。还有什么？肯定就是这儿，801、802，这肯定803呀！这叔叔阿姨，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啊？哦，叔叔阿姨，你们好，我是王居安。换双鞋吧。所以这么说，你是家里的老大？啊，对，我是老大。不，我们家有2个弟弟。老大好，老大有责任心，老大有担当，老大稳重。那你在哪儿念的大学啊？哦，我是复旦毕业的。哦，复旦大学啊。哦，好，名牌大学。那你记不记得你高考的时候数学考了多少分啊？哎呦，这个什么这个呀？不是这个就没必要问了吧？啊，这不是聊天吗？大概130多分。哟，你考了130多分啊？啊。哦，好，这说明你智商很高的。妈，人家是复旦毕业的，学习肯定好，你们那么细干嘛？哎呀，你知道什么？好多人是上了名校，但是不一样的，有的是加分，那有的是保送啊。只有数学成绩好的人，才说明他的智商是高的，是聪明的。哎妈，我饿了，你要不要做饭去啊？哎呀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我给你做好吃的啊。可以。小王，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。阿姨您说。你父母的身体怎么样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有没有什么家族的遗传病啊？妈，你说聊天问嘛。小王是这个意思啊，你不要误会啊。阿姨不是嫌弃你，我是想说，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，对吧？不好好吃饭，不好好睡觉。我想表达的意思是，这个身体呢，你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好好的爱护它，好好的保养它。那这样呢，等到你老了，就算是有什么家族遗传的病啊，或者是慢性病啊，它也找不到你们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阿姨。啊，我父母几年前车祸去世了。哦。哎呀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啊，这。没关系。哎，这样，我给你做好吃的去啊，你等着。啊。哎，我帮你啊。啊。哎呦，天哪！你们都走了？哎呀，你们俩聊一会儿吧，给我找个围裙。喝水。你喝这个。您。哎，要不明天让你爸妈住酒店吧，我安排一下。不用了，我睡沙发就行。再说让他们去住酒店的话，我也不放心。行吧。那明天什么安排？明天我得陪我爸去医院复查一下，还得再配点药，可能得请个假。没问题。本来明天我也应该陪你们去的，但是我有个会，我尽量中午赶过来找你们。明天你还来啊？当然了，我得表现一下啊。你倒是一点都不怯场啊！怯什么场啊？越来越熟。你没看阿姨刚刚在饭桌上对我多热情？没看出来呀，平时那么高冷，倒是挺会讨好未来岳父岳母的嘛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是我们上海男人的优良传统，要不怎么说上海丈母娘疼女婿呢？快别说了，再说下去，你那高大上的人设就快崩塌了。跟你我不需要高大上，我可以做到很低，很低，很低。低到尘埃里。小王这个人呢，不光是长得高、长得帅，
关键是她智商高，你知道吗？这点我特别满意。闺女眼光不错呀。盘问的也太细了啊，难为情了。是，你是说过闺女的事儿让她自己做主，要相信闺女。但这次是她的终身大事儿，不得问仔细了。那现在审查通过了，过关啦！爸妈，赶紧洗澡休息吧。哎，等，我要问问你呢。哎，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找男朋友的事儿怎么不提前跟我和你爸说一声？就是怕你们俩知道了，突然杀过来，把人吓个半死。哎，我们突然间赶过来怎么了？难道不对呀？我们要是不来的话，指不定哪天你跟他偷偷结婚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怎么可能啊？哎，你爸有话要问你。问你。你说呀？你爸想问你，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？哎呀妈，我今天都累了，我们今天不聊这个好吗？再说爸明天一早要去医院复查呢。没事，你单说无妨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拿你爸爸当挡箭牌了啊！今儿呢，我就饶过你，我不审你了，改日再审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啊，这个没娘的孩子确实让人心疼。你看，我就做了那么一点家常菜，哎，他吃的眼泪都快出来了，哎呦，给我心疼的呀。你，要以后对人家好一点，不要老实小象。爸，你看他跟人家才刚认识，就站队站到人家那边去了。不是你才知道呀？啊，他早都叛变了。讨厌啊你赶紧洗澡去。行，那你们聊啊，我休息了啊。不过我真的是挺满意的啊，又高又帅，关键智商还高，眼光不错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看，连上海的医生都说你没事儿，真没事儿了。哎呦，我终于可以踏实的睡个觉了。真的没事吗？妈，你怎么还失眠了呢？可不嘛，他都病成那样了，我可不愁的整宿都睡不着觉。那你之前生龙活虎的跟我说爸没事儿，那干嘛要撒谎骗我？你的白水。他都那样了，我能跟你们说啊，我成宿的睡不着觉啊。哎呀，这些个日子多亏有你照应啊。得了，老夫老妻的还跟我说这个。那可不得说。来了，喝点水。哎，你过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啊，叔叔阿姨好。哎呦，小王来了。啊，给我换双鞋。哎呀，不要换了，快进来坐呀！不要换了，来坐。叔叔体检结果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挺好的。还好。哎，坐。那太好了。我订了个餐厅，为叔叔庆祝一下。不，千万别客气！我跟你说，不让你再破费了。就是啊，不能破费了。不要！你们远道而来，我得尽下地主之谊。对了，阿姨，我给你和叔叔都买了点礼物。来，阿姨。哎呀，这。哎呀，你这没花多少钱，太客气了，一点心意。我这么多，看看，衣服，包，这。给你的保养品。哎呦，太客气！这多不好意思，让你破费了。哎，关键要喜欢。你看看这个，这叫包治百病。哎，您背上以后啊，就一点烦心事儿都没了。哎呀，太谢谢你了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，特别符合你的气质。挺适合您的。哎呀，你这，快点。小王啊，叔叔，哎呀，你看你买了这么多的东西，这让我实在过意不去呀！一点心意，叔叔，这太不好意思了。对，那我们这东西就收下了，好吗？那是这个东西，你一定得收下。这个不，你也拿着，我一定拿着。快拿！这你就收下吧。按照我们那边的规矩啊，长辈见小辈的时候都要给红包的。是，收下。那谢谢叔叔了，谢谢你了。你就拿着吧，别嫌弃啊。其实按理说，我们应该给你准备一个大红包，只是年初呢，我们才装修了店面，结果呢，他就病了。妈，是。哦没事。那个，咱们出去吃饭吧。
啊！哦，对，先吃饭。叔叔，走，阿姨您换件衣服。啊，好。啊，那行，好。你也换个衣服。好。哎，阿姨，您这张表情特别好，叔叔的也不错，我觉得咱们就这张发朋友圈吧。好的，主要是。哎，叔叔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这？没事。哎呀，好，走。主要是你选的这个餐厅好，你看这个环境拍出来，哎呀，很有后边。这儿啊，苏沫特别喜欢来，我们来过几次。啊，这主要是环境好。来，叔叔坐。好啊，菜也比较新鲜啊，希望叔叔阿姨们喜欢。喜欢。哎，给你看看刚才拍的，拍的真好。你看看，你说2句话呀。又让你破费了。哎，不破费，这儿啊菜又好吃又便宜，性价比特别高啊。关键是叔叔阿姨开心就好。开心的。哎呦，要不说这个餐厅高档了。哎，你看看啊，盛水的碗都这么好看。哎妈，啊，这不是喝的。哎，谁说不能喝了，阿姨？咱们想喝就喝，来。哎，这个水也蛮好喝的，还有一股淡淡的香气啊。就是有点凉啊。哎，叔叔就不喝了，我给您倒杯水。对呀，你就不要喝了，身体不好，喝点热水。好。苏沫，你不尝尝吗？我也给您倒杯水，给你倒杯水。哎，爸妈，你们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？哎呀，不要了，你点就好了嘛。那我做决定了啊。好。来，哈哈，闪亮登场！哎，怎么回事？说闪亮登场。哎，看看，嘿，啊，怎么样？转一圈。哎，转一圈，关键是，请看，还不错啊。挺好看的。好看吗？哎呀，巴黎模特。哎，你来一张。哎呦，快，来，包。好。哎呀，真是不错呀，好看吧？你去试试你的去啊。不用试。哎呀，快试。不用试了，我那个尺寸我一看就合适，不用试。你这个 beautiful， 你爸就会这一句。哎，你说这小王不光人好啊，关键是这眼光跟你爸这个老裁缝一样，贼准。你看这大小啊，多合适。关键你看他选的这个面料是吧，特别舒服，还有这款式也很新颖。好。哎呀，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个包太小了，还这么多铁，你看。这还小啊？你打算让他去买菜啊？怎么可能拿着它去买菜呢？我还喝药，你去拿药。我先不给你拿药，我先洗个澡。先洗个澡去。行，好。门关上。知道。哎，这个，这小王给你妈买这个包是不是很贵呀？对咱们来说呢，肯定是不便宜，但对他来说，这也不算什么。虽然这话现在提有点早啊。这个小王，他是奔结婚去的吗？当然了，我们都是很认真的。那他在朋友、客户面前说的时候，他怎么介绍你的呀？没介绍过。我要求他不要公开我们的关系。你是怕别人说闲话？这样的，从这个经济条件上来讲呢，咱们家跟王家的差距，那不是一星半点儿，所以让人说闲话那是避免不了的。
爸爸这次生病住院，想了很多。这个人呢，在这世界上，没钱是不行的，但是钱太多也未必是好事儿。关键是，不能委屈了自己。如果他对你好，那没得说，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。可是他如果对你不好的话，哎呀，不会的，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爸爸相信你。但是有一点啊，绝不能因为谈恋爱耽误了工作。一个女人在男人面前，只有经济上独立了，才会有底气。嗯，我知道，放心吧。嗯，那就好。还不摆架子，怪不得人家都说，真正有教养的人是让对方舒服。他表现真的挺好的，你不知道，他给我父母买了一些礼物，一看就是高档货。我父母也不知道，就都收下了，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想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对他来说太正常了。可对我来说不正常呀。我妈还偷偷问我呢，这包是不是2、3千块钱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帮帮忙，好歹也是王居安的丈母娘，总归是要往好的买喽。是呀，太便宜的不符合他的身份，这贵的收了之后我又不安心。别想那么多，以后呢，你们结婚了，他的就是你的，分那么的清楚干什么？我们这才谈几天恋爱啊，哪里谈得上结婚？哎呀，不行，那些东西我得给他退回去。别呀，你这样拒绝人家好意很伤人的。你呢，想个办法，让他知道你心里是有数，拎得清的不就行了？否则他时刻要照顾你的玻璃心，多累啊！我哪里有玻璃心啊？周末就走，这么快？怎么不多玩几天啊？看我这边情况不错，他们也就放心了。而且我爸周末还要参加老同学儿子的婚礼。让天宇给他们买头等舱吧。不用了，票都买好了。那行，你把航班号发我，周末我去送他们。嗯。时间差不多了吧？是不是该走了？哎呀，马上就好。哦。苏沫，你说这小王也真是够贴心的啊！工作这么忙，还要来送我们。是，你也别送了，耽误工作嘛。这那怎么能行呢？你们才来几天啊，我跟你们都没待够呢。不行，我得去。行啊。喂。嗯，我在家呢。门口。哎，是不是小王来了呀？嗯。哎，天宇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王总。哎，小。哎，阿姨您好，我是王总的助理，也是苏沫的同事。王总吧临时有个会，实在过不来了，所以一会儿咱们先去机场，然后他直接去机场跟咱们碰面。哦，那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啊。没关系，苏沫，王总特意让我来送你们的。那个阿姨还没收拾呢吧？我帮你收拾一下。哎，不用，真的不用了，我们可以。我来吧。哦，那麻烦你啊。哎，这儿都好了吧？苏沫，我们都知道小王工作忙，你给他打个电话说一声，让他别着急。是，工作要紧。那我们走吧。那咱们直接走。好，哎，麻烦你了，辛苦你啊。走，没有什么辣的吧？我贴上这个。好，哎。喂，我登机牌已经办好了，你到哪里了？我已经在路上了，我现在正在往这边赶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不确定能不能赶上。那你慢点开，注意安全。知道。路上太堵了，正在往这边赶呢。登机牌放好了，来。没事，本来就没让他送。
哎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这些钱替我交给叔叔阿姨，算是我的一份心意。你这样会吓到他们的。这有什么好吓的？叔叔阿姨不是着急用钱吗？不说了啊，这边动了，挂了。没事吧？居然赶不过来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你知道他忙嘛。哎呦，闺女，你脾气呢随了我了，爱着急。你想想，这天底下有几个人像你爸爸这样沉得住气的？所以呢，要学会控制点自己的情绪，这否则相处起来啊不矛盾的。好的，快走吧，安静了。你妈这个意思是说呀，咱们这个家里太平，都是因为你爸爸这个好脾气，是不是？臭美你！我，哎呀，我跟你妈在这住了这么多天呀，走的时候还是要跟你说一下啊。第一，还是要努力工作；第二，个人的事情不将就，啊。知道了，你们放心吧。哎呦，少吃凉的，少熬夜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快走吧，你们两个都够唠叨的。那些钱你没给他们啊？你已经送过礼物了，钱就不必了。叔叔刚做完手术，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。我爸这种人啊，他是多1分钱都不会拿别人的。你给他钱，就等于在骂他。哎，我可没那个意思啊，千万别误会。我知道，这钱我给你打回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你自己留着，有需要的时候就用。你这样拒绝人家好意很伤人的。你呢，想个办法让他知道你心里是有数，拎得清的不就行了？否则他时刻要照顾你的玻璃心，多累啊！那你说的啊，我有需要就直接花喽，不用给你打招呼。当然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是确定一下，怕你反悔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想吃饭，开快点。好嘞。开着我新买的小汽车，它永远不会堵车。骑上我心爱的小骆驼，它永远不会堵车。骑上我心爱的小骆驼，它永远不会堵车。王姐，你怎么买了那么多快递呀？这些我都帮你签了啊。快递？哎，过来，在这边呢。自己买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来，猪脑子啊！这边，领带夹，皮带，领带，显然不是我的风格呀。哪位是王先生？麻烦签下单。OK。王居安，哥，这你的。小心点啊，小心啊，慢点。小心有台阶啊。慢点，慢点。你疯了？不是我的呀。这是什么呀？按摩椅。哥，开始养生了。来，拆开看看。来，哎，王先生，东西收到了吗？颜色喜欢吗？原来是你啊！这东西给你们放哪儿？客厅、卧室。明显放客厅好啊，放客厅大家都可以用嘛。放客厅啊，放客厅。麻烦客厅楼上左手边第一间，快快！放客厅好。我还有事情，不跟你说了啊。听我说，哥，你不能自私啊。喂，按摩椅装好了吗？已经享受上了。
你就放在客厅嘛，这样的话王姐也可以用啊。你这么说就感觉我很自私啊。我做事都是很讲道理的。那既然是你买给我的，那当然只能我一个人享受了。他们要用自己买呗。哎，你这人还真的挺斤斤计较的啊。那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按摩仪啊是恒温功能4手按摩，你每天睡觉之前呢按个15分钟，特别的放松。我还特地去实体店体验了一下，当时差点就给我按睡着了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呦，还有什么呀？我还买了一套高尔夫球杆，明天到。啊？那这些钱你都花我身上了？也不是，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包，就是挺喜欢的那种款式。你不是说让我买需要的吗？我就把需要的都买了。现在呢，特别需要你能够放下工作休息一会儿。之前花得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就好。哎呦！还是没有小莫的消息啊？走吧。其实说真的，我并不想知道他在哪儿，我只是想知道他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。他现在身边连个依靠的亲人都没有，发生这么难的事儿，如果身边再没有一个朋友，我真的无法想象此时此刻他是什么样的心情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一直想着他？偶尔。是，我经常想到他。问句不该问的，如果你能再次见到他，会希望跟他在一起吗？你能接受他的家庭吗？你会为了他而改变你的择偶标准吗？不要动，不要动！我劝你老实点哈，坐好。我跟你说哈，我在上海是有人的，晓得不？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四川，我就没得办法啊！你们要真把我弄死了，你们肯定跑不脱。你就算是把我做成香肠、麻辣味，你都没得用。所以我劝你们还是放聪明点儿，把我给放喽。大哥，我没有看到你。抬头，大哥，宋天林，你睁开眼看看我是哪一个？妈，这有母亲这样对孩子的吗？你给我松开！李姐，去看看你，赶紧把你脸上那个妆给我卸了，还有这身汉服，立刻马上给我脱掉！这又是哪出啊？啊！我在四川好好的买布料。哎呦，我儿子现在应该在日本留学呀，就算是回国，是不是也应该先回家看看他妈？我下个月有个汉服展，我一定要参加。我已经好好考虑过了，读博根本不适合我，我打算一心一意研究汉服。宋天林，你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有胡闹呀！你看我这身衣服，漂亮吧？我自己做的，
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，只要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一定能让汉服文化在本土生根发芽，让汉服文化风靡我们全中国。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吗？你这叫痴人说梦。你怎么就是不信呢？要不然这样，我们今天立个字据，如果我做不到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清蒸红烧，任君选择。好，有志气。行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要用我1分钱，你试着自己养活自己试试。哎呀，你怎么老是这样啊？你怎么一出事儿就对我进行经济制裁啊？你有点别的花样行不行？有点创意行不行啊？还给你，都还给你，都还给你。钱卡都在这儿，都还给你，行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俩两清了。你不要管我，我也不管你。去哪儿？你管呢？我朋友多的是。汤来了。谢谢刘姨。刘姨啊，你比我们家阿姨做的饭好吃多了。这块糖醋排骨救了我的命。那就多吃点啊。好一个古风美男，天明哥，你古装的打扮简直比女人还要女人。咱们多久没见了？3年。3年4个月07天。哇塞，我应该让他教我数学的。我在印度的时候啊，学会了冥想。冥想呢，可以让人脑袋放空，让记忆更加清楚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清楚，做生意这方面比不上安哥哥。哎，安哥哥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做一笔投资啊？比如说，投资服装生意。服装生意？你之前开的工作室呢？工作室倒闭了吧？对投资股票千古跌停、玩乌托说爆就爆的人来说，不要50步笑100步了。宋天林，论年龄我比你大几岁，你该叫我哥吧。哥有几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那就不要说。天林哥，你真是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么的直率。我理解你，特别理解你。你对古风的执着，就像我对表演一样。你学表演了？对啊，要不我给你来一段。你的表演，我的汉服，完全不在一个层次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做人不能太双标。凭什么我的表演就低你一等？就凭每一次我都为汉服孤注一掷，为我的梦想拼尽全力，你有吗？行了，天林，你为什么就不能踏实下来，在安盛找一个合适的职位上班呢？上班？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不要上班啊！我要全心全意地做我的汉服事业。咱们几个也是从小玩到大的，先不说我爸和你妈妈的交情，在我眼里，你和王简差不多，都是一家人。张毅是安盛最大的股东，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为他分担一点吗？安哥哥，你变了。你的话为什么让我想起来了30年代的上海啊？我们家又不是有王位要继承，安盛又不是我们家开的，拜托不要这么老土，让我继续以你为荣，好吗？好。不过我记得3年前你出走的时候，信誓旦旦地说，如果闯不出名堂，就老老实实回来上班。安哥，这一次我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我的抖音用户已经过万了。我的那些研发团队全是汉服的死忠粉，是一群肯为梦想拼命的年轻人。我们这次聚到一起，就是为了做好这份事业，传承汉服文化。有梦想。那你的品牌知名度是多少？你汉服的年销售额又是多少？市场占有率有多少？如果持续亏损，
那同比亏损幅度有没有减小啊？作为一个品牌创始人，连这些都不知道，对不起，这不是梦想，是瞎想。想要别人支持，要先用数据说话。和你妈妈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我有个想法，你听一下。想做事业是好事，但要先学会管理。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，先到总裁办跟我一段。还以为安哥哥会帮我，至少一起说服我妈。没想到跟我妈一样，世故不化。想让我站到你这边呢，也不是不可以，至少得先让我看到你的能力。我会证明我的这些。哎，光靠一张嘴，人人都会说。这年头发誓都不用成本的，拿任性当个性的人比比皆是。天林，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既想要独立的自由，又不想尽独立的义务。王翦话糙理不糙，做人不能太双标。其实你不用证明什么才是抱负，证明自食其力就 OK。开玩笑，我一个人都快走遍丝绸之路了。那也是用你妈妈的钱。天林哥，这一点咱俩真是半斤八两。一个晚上，我给你1晚的时间，赚足1000，就算成功。然后呢？如果你成功了，我出1000万，投资汉服工作室。哼，大手笔啊！汉哥，如果失败了，我立马乖乖跟你学管理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天林哥，都给你弄好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们班一个男同学靠这个1晚上赚了1年的零用钱。他是网红吧？那我怎么比啊？哎，这你可说反了，他原来不是网红，就是做这个才变成网红了。我那是推广汉服，那能一样吗？你这么一整，感觉我像天桥卖艺的一样。总比你和张毅闹僵出去卖肾强吧？给自己点信心。这年头啊，做人就是得豁得出去。好了，放音乐 ，Action！哎，天林哥，有人给你送火箭了，赶紧继续。啪！继续，来个猛的。别动我！我的腰！啊！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，都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！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！你能想到什么呀你？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看看啊！好，就怪你说什么赚1000块钱呢，不然我也不会逼他直播。你说什么呢？别碰我！来喽！安哥哥，我本来以为我跟舞蹈老师学的已经够好了，没想到最后一个动作实在太难了，我输了，愿赌服输。但是我的汉服，汉服继续做，安胜也要去。
啊，你不明白，我妈不会同意的。你妈的工作我来做。说话要算话。还有一件事啊，我不想天天在家跟我妈吵架了，我想搬到你这儿住。那好办，楼上楼下挑一间。真的？你在干嘛？我会点正骨。你真的假的？忍着点啊！你干嘛呢？赶快送医院啊！搭把手，搭把手。不会影响你工作。就让他在总裁办待着，能有多大影响？不过我有言在先啊，只给你1年的时间，如果还是亏损的话，你就彻底放弃。干就干，谁怕谁？那就这么定了，我让人把家里的小书房给腾出来，给天林做工作室。为了他一个人，给你添那么大的麻烦，还得把家里弄出那么大的动静儿。没事儿，天林和王简一样，都是我弟弟。你说我们这亲生大哥他怎么想的？宋天林那个娘娘腔，玩汉服还能玩出个花来？我怎么这么不信呢？不爽了？我没不爽，我爽着呢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什么了？别这么小气，老大还是很关心你的。二哥，你别动，不是转过去，就这个角度，摔惨了，跟我简直一模一样。废什么话呀？我们是亲兄弟，臭小子。不过你说这老大怎么跟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？你说他像我妈吧，不像，更不像爸，爸和妈他都不像。他长得像外国人，你看他那傻大个儿，哪像咱家的人呢？是有点，不过论个子的话，我挺像。你好像就，我踢死你！我，好好好。你看咱俩这眉宇之间，啊，这下颚线，还有刚刚那个帅死人不偿命的45度角，可是老大怎么一点都不像呢？哎，是这个角度吗？差不多，就这个角度，你看，是有点像。傻了，傻了，傻了。安哥哥，你动作太快了吧？这才几天时间啊？啊，你就全装出来了？这么点地方能花多长时间啊？哎，我可是说到做到了啊！现在该你履行自己的义务了。放心吧。嗨 ，Hello， 哎，你好，这是总裁办吗？你找谁啊？我找安哥哥。什么安哥哥？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安哥哥让我来的。没有走错，我就是那个安哥哥。怎么穿成这样来了呀？穿成什么样啊？公司有规定，不能穿奇装异服，要穿正装上班。我这也是正装啊。嗯。怎么了？穿西方的正装就可以，穿我们中华民族的正装就不行？歧视！你少给我扣高帽子，这事儿不行啊！就算你是总裁，你也得以理服人才行，不然的话，我宁死不屈啊！
你穿的不是日常上班的常服，而是参加节日庆典的礼服。礼服怎么了？西方人也不会每天穿着礼服上班啊，就像女孩子怎么会穿着婚纱上班一样。你们要想的话，也可以啊。女孩子之所以会幻想自己穿上婚纱，是因为婚纱对她们有特殊的意义。如果每天都可以随随便便穿着它来上班的话，那婚纱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有些东西我们说它不适合，不是说它不好，而是因为它的好，才会让我们更加珍惜。有道理。有道理还不赶快把这身衣服换下来？我也没别的衣服啊。先这样吧。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宋天林，张董的儿子，我们从小玩到大的，这段时间会和我们一起工作。这位是天宇，我的助理；这位是苏沫。你好。天宇，给他找张桌子，一些日常的文件让他看起来学习一下。苏沫，平时你来监督他，工作的安排、行程的设定、业务的完成度，都帮我好好给他把把关。是。晚点带他熟悉一下各个部门的环境，了解一下总裁办的日常工作。现在带他去商场买几件衣服，把这身衣服换下来。